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 Kira， 欢迎收看新手测试。这次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不一样的越野车。只要说到弯梁的车子，大家一定会想到 Honda 的 CT125，这一台可以几乎说是弯梁车中的代表作了。但是今天的主角不是它，今天我们要为各位介绍另外一个它的对手，就是最近雅马哈刚出的 PG1。那 PG1 这台车子呢，我相信各位在台湾几乎没有看过他们对比的测试，或者是详细的测试之类的。今天我们会用静态的方式来为各位完全详细的讲解 PG1 与 CT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，它是否能够碾压过 PG 呢？或者是它们的定位到底是怎么样的差别？接下来我就一口气为各位全部做完整的讲解。首先，在 CT125的部分，这台车子当然毋庸置疑，在所有的测试中，大家都已经对它非常的熟悉，而本田这台车也出了非常多的型号，不管是它所谓的Super Cup C10，或者是 C125 到这台 CT 的125，那这台相信国外也非常多的测试，但是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呢？我这边就一一的为各位说。首先从前面开始讲起，在大灯的部分 ，CT125 用了大家非常喜欢的 LED 的大灯，然后这台 PG1 呢，它反而是使用了卤素的灯泡。在这个卤素的灯泡上面，虽然人家会觉得说，它的亮度差非常的多，但不得不让大家知道哦，它们最主要的差异是在色温上的差异。当然，因为它使用高低灯都是35瓦，而且在高灯时不会一起开的关系，所以在真正的亮度上来说，不得不说，真的 CT125会比较亮。但是这个卤素灯，你知道什么情况下我们最爱吗？答案就是在林道的时候。因为林道的时候雾气多时，在这种白光的情况，它们会反光非常的严重，让你看不到东西。但是卤素的黄光仍然能够让你看得到东西。从第一点，各位已经开始感觉到这两台车的差异点呢出来了吗？第二件事，车辆的轮胎，各位你们可以看到 Honda CT125 是17寸的轮框，这一台 PG1 是16寸的轮框。乍看之下，感觉好像17寸会非常的实用，但是实际上，各位你们来看看轮胎的宽度。有没有发现到17寸的 CT 它的宽度是比较窄的，然后16寸的 PG1 它的宽度是比较厚的，而且我们再接下来看胎壁的厚度来讲，有没有发现到很明显的 PG1 的厚度会比较厚，这个时候会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优势，就是当你在更困难的地形的时候，它可以放胎压，而且放下胎压之后，它的抓地面积跟抓地的能力会远比 CT125高很多，所以16寸它并不一定是缺点哦。它在这种越野的情况下，它反而成为了优势所在。那两台车的前土出当然都是这种靠在轮胎上的，这没有什么奇怪。但是国外呢，很多人就把它改成一个鸟嘴，这个就算是后来的改装项目了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车壳的部分。在车壳的部分见仁见智，因为大多数人喜欢 CT125 那一种直接性一体式的车壳，那雅马哈这颗反而是相对起他们一向来的设计，会喜欢让它有比较多壳啊、比较宽大啊等等这一类的东西。那这个有差异就是，当你要换车壳、有倒车之类的时候，雅马哈这种的它分别的壳换就会比较方便一点点。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，为什么它这边会比较肥大？因为它把空滤做在了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其实比较像是东南亚嘎仔的车子哦，嘎仔就是弯梁车的意思，所以在东南亚，我们一直都在骑 GAP 仔的话，其实我们的空滤一直都是在前面的，是在 CT 的车系，它把空滤移到后面之后，才会让前面整个瘦下来，所以它这个算是比较维持原本那个 GAP 仔车的形式。但是这个有什么差异呢？就是因为它这颗引擎原本就是用在它另外一台 GAP 仔上面转移过来的113cc 的引擎，那这种好处是它这个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引擎了。然后他们沿用在这一块上面，就会让它有比较稳定的输出表现。但是有一个差异所在，就是他们的车壳在捏起来的时候，其实都不是越野壳，可能为了美观吧，他们两台车所使用的车壳都是那种比较偏向道路型硬质、脆质，所以它可以有很漂亮的钢琴烤漆之类的。但是他们在越野的时候，一旦破，它就破了。所以两台车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问题所在。好，那 PG1 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，跟 CT125 比起来，同时也让它的车性做了一个改变，就是 CT125 它把原本的弯梁形式做下去，所以引擎的部分会比较低，它的离地高是167公分。那 PG1 它直接把这个做起来，其实说
说真的，你要说它弯梁吗？它几乎已经趋向于一般的街车了。街车、越野车都可以，因为它的车架已经不是那么弯梁，是直接上去。但是优点是它把离地高做到了190公分，这乍看起来下差非常的多。但是各位，其实你们仔细看哦，真正这些东西加上到时的护板下去的时候，其实两台车的离地高都是大同小异的。那它这个的最大优点就是它的车体直坐上去，把引擎拉上来的时候，它的强度会远比弯梁的形式更加稳定。所以当我们在骑越野，在那种跳动路面或者是更崎岖的路面的时候，它的车体强度会显得比 CT25 更高强度。就是你的车体稳定性啊，操作起来的话会更高的稳定性。那接下来到椅子的部分，其实这个椅子，各位你们看 CT 的它会比较宽短。这个话会比较长，那它的差异是，当我们在骑越野的状况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更多的位置可以移动。在上坡时，我们可以移到前面过去，然后在下坡时，我们可以移到后面过去。这个算是它一个最大的优点，因为它前后连椅，所以变成你在做减速、在做下坡等等，你人可以移到后面。讲到这边，各位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了？其实雅马哈的 PG1 的定位跟 Honda 的 CT 不太一样。Honda 的 CT 它比较像是在 Gap 仔的市场里面，我做出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东西，反而是有点像在这种 Gap 仔里做出了一个 Dual Country 的车子。然后 PG1 呢，它反而是想要在 Gap 仔里面做出一个 ADV 的车子，所以讲起来就有点像是速可达中你做出了 ADV 速可达。那你说真的，速可达的越野真的非常强吗？也没有。但是在饱和的速可达市场中 ，ADV 的速可达可以杀出一片新的市场。所以在东南亚 ，Gap 仔也是趋向于饱和的状态下，他们做出了这个车子，就可以让它有一个新的市场在展开。然而 ，Honda 在做那一块的时候，它是让各位城市的人，它有一些不一样的选择，更多的自由度。但是雅马哈在做出这一台的时候，它感觉就是很明显的说，我就是要做出一台往越野冲刺的 ADV 的 Gap 仔，所以这台 PG1 它真正的定位跟 CT 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它们的走向整个就是不同的形式。那还有什么样的差异呢？当然有包括在换挡的机制上面，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它是比较像挡车的结构形式，但是在 CT 的部分它是直接连到打挡杆，所以在打挡形式下，在 CT 的部分，当然它的触感会比较直接，这个会稍微有一点点的模糊。在进退档的部分，就是有一点可惜的部分，因为它这边的衔接会是这样子的情况下。那接下来我们再讲最重要的了，后座。要说玩越野的男人不需要后座，放屁！今天你们各位可以想象，假如滨崎步跑过来跟你说：“哇，帅哥，这好漂亮，我想坐坐看你的后座。”你真的会拒绝得了他吗？所以我讲现实面的一件事 ，PG1 它原厂就搭配了后座跟后脚踏，这一点是非常贴心的。在 CT， 你假如要载人，这些都要后置再加上去，这个就是可惜的一点。所以接下来各位，我们要准备看到车子的另外一面喽。雅马哈的 PG1， 它的避震器长度呢会比 CT 的稍长一些。像 CT 前面是110，它这是130。那后避震的话 ，CT 是100，它是109。那这样子的情况呢，会变成说 PG 的避震器长度比较多，但是我发现到一个缺点哦，它的阻尼比较弱，所以现在压起来，各位看看，是非常弹的。好，那我去压 CT 的避震器。有没有发现行程短了一点，但压去它是慢慢回来，所以 CT 的车子它在道路的舒适性会比较高。那后面的避震器呢，就有点倒过来了 ，CT 的比较粗比较大，然后它的会比较细比较小，所以一样它是长度舒服，但是 CT 的载重力比较高。我一样压给各位看看，然后再换来 PG1。有没有发现会比较摇晃？所以就像大家说，在路上骑的时候 ，PG1 会稍微摇晃，但是在越野的时候 ，PG1 它的这个吸震效果反而会比 CT 更好。好，我们最后来看看几个重点。第一个就是空滤的部分。那雅马哈做这个空滤，它有比较低吗？其实我们真正来说，空滤的进气口在另外一端，它的高度在这里。所以其实当它的高度我们再拉过来跟 CT 相比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们的进气口是一样的。
所以这两台车的涉水深度虽然 CT 看起来会比较高，没有，其实两台车的涉水深度是一模一样的。但是在排气管的部分就有差异了，因为 CT 的排气管它的高度大概在这里，这个拉低到这边过来。那基本上我看了一下，它并没有特别的防倒灌机制，所以这台 PG1 它尽管是车身离地比较高，但是当你进水的那一刻，你的油门引擎要一直开，你不能让它熄火。熄火的时候，它就有可能会进行倒灌，这个算是它一个唯一的缺点。那最后我要来讲讲在后刹车的部分。后刹车的这个部分，我觉得就是 PG1 比较可惜的部分，因为各位你们看 PG1 的后刹车，它为了要避开排气管，它必须坐在里面这边，然后拉一个 L 型的管子出来。那这边一个 L 型管子到这边，我们踩的时候，它是整根管在这边动。那这种情况下有个缺点，就是因为当我们要控制刹车力度的时候啊，它会有一个旋转的扭矩，造成我们在刹车踩下时，它还会有这根。因为移动外来的一个影响，让你的刹车脚感会比较弱一些，所以有时候人家外面的会讲说啊，是因为鼓刹比较差，其实不是，其实真正是因为它这个转角的关系造成扭矩。让我们来看看 CT125的后刹车是怎么样的。各位可以看到 CT125的后刹车，它虽然它的转角坐在这边，但是它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很长的铁，扁的铁，然后它这边的没有什么扭矩，所以当你踩下去时，它的那个脚感会非常直接。这就是造成 CT125在后刹车为什么会比 PG1 更好的地方。其实不是因为鼓刹碟刹，而是这个扭矩的问题。看完这些所有的一切之后，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简单的 cross。这两台车到底怎么选？它们是不是有相同的性质，让你做难以选择呢？其实我简单的说，假设今天你会很在乎的是一个品牌的名气，你会在乎它二手的价值，会在乎你骑出去的那种尊荣感、那种感觉，以及是不是那个大家都很流行的车款的话，那毋庸置疑，你直接就是选择Honda是 CT125，它就是你所想要的。但是相对的，有另外一种人，假如你想要的，你并不是要那种名气，你是想要让它在越野中玩得更多一点。你希望让你能够玩疯一点，能够在越野更难的地方，你都可以挑战。它的轮子、它的轮框，它都原本就配给你这些越野性能的话，那我毋庸置疑的告诉各位，就是雅马哈的 PG1。虽然 PG1 在台湾大家感觉起来会有点像是我不知道什么名号，但是别忘了哦，在东南亚 GAP 仔盛行的地方 ，PG1 所使用的引擎也都是非常多年以来稳固的引擎，所以这台车毋庸置疑，想要越野就选它，想要名气，想要有点那个 look 或者是 feel 的话，你就选择 CT。各位，你们知道怎么选择了吧？在 GAP 仔里面，真的有人想玩越野吗？假如有，不妨来试试看雅马哈的 PG1， 它或许是让你爱上 GAP 仔越野的一台车哦。我是阿 Kira， 就到这边。只要各位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到下面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也感谢帮我拍摄的 Waze，让我们一起看更多的测试车吧。拜拜。